刚结婚，老公这个绝世大胜负就揽过赌鬼哥哥的50万的债务，偷偷用我的工资还。除夕，他出去给他哥送钱，一帮人上门讨债，杀气腾腾。怀孕的我被逼到阳台，失足坠楼，重生到婚礼当天，我当众赏给他3个巴掌。人渣，我受过的罪，我会加倍还你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除夕，宋宇找了个借口出门，我正在看春晚，震天敲门声响起，还没来得及去看，门就被砸烂，一伙人闯入，为首眼角有刀疤的男人杀气腾腾，我们来要债的，你老公在哪里？我吓得不轻，努力镇定，他不在。你们是谁？他狞笑，我是宋宇的债主，他欠我100万，今天该还了。他怎么可能欠你们100万？我疑惑又震惊，前段时间我刚帮宋宇还了10几万，他怎么又欠100万？这个凶恶男人戏谑看着我，问这么多干什么？你是他老婆，正好你帮他还了，要是不还，这套房子归我们。我赶紧给宋宇打电话，宋宇你在哪里？有人过来要债，他们要100万，你在哪里借了这么多钱？你快回来！男人一把夺过我手机，凶巴巴地吼：宋宇，你不是要帮你哥还100万？你拖了半年了，今天就还给老子！他哥又是那个赌鬼，我听得心里发冷。早知道他这么无脑帮哥哥，我当初真不该嫁给他。赵哥，求求你再宽限我们几天，我跟我老婆都有正经工作，不会赖账，我们就是不吃不喝也会把这笔钱还上。我站在旁边，清楚地听到宋宇说话，我凭什么不吃不喝填他哥这个无底洞？废话少说，这钱你今天还不还？不还可以，你这套房子抵给我。赵哥突然看向我，咧嘴一笑，还有你老婆，让我睡一觉。我本能后退半步，对电话那边大叫：宋宇，你快滚回来，把你哥也叫过来，让他还这个钱。宋宇却道：那怎么行？我哥已经够倒霉了，我怎么能让他还这个钱？云云，你先在家扛一会儿，你想赖账是不是？你赶紧回来，不然你老婆今晚可就是我的了。你也不想大除夕夜戴绿帽吧？我趁机抢过手机，拼命跑向阳台，关上推拉门，把这群恶棍挡在外面。臭娘们，你给老子开门！赵哥暴怒，追过来踹门。这扇脆弱的门也不知道能抵挡多久。我在阳台瑟瑟发抖，背后便是冰天雪地，冻得我骨头发冷。臭娘们，你老公欠下的债你不还，想看他死？赵哥带几个小弟砸门，不忘威胁我。我鼓起勇气后回去，那是他哥赌博欠下的债，你们应该找他哥要钱，而不是为难我。赵哥拿出一张欠条贴在玻璃门上给我看，上面有宋宇的签名，还有鲜红手印。他冷笑，这可是你老公亲手签下的欠条，有凭有据，不找你们找谁？我使劲摇头，拿起手机看向还没挂断的电话。宋宇，你到底回不回来？我怀孕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越说越恨，恨不得撕烂宋宇的脸。当初怎么就嫁了这么个狗东西？对不起云云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再扛一会儿，只要他们走了，我立马回家。宋宇对他哥就是绝世大胜负，对我却是极品自私鬼。我对他失望透顶，那个姓赵的都说要欺负我了，他还这么无动于衷，这跟把我推进火坑有什么区别？我挂掉电话，选择报警。然而刚打通，他们就砸烂门冲过来。臭娘们，你敢报警？赵哥抢走手机，重重摔地上，紧接着过来抓我。我慌忙往后躲，紧紧盯着他的贼手。
生怕被抓到。外面这么冷，小心冻伤身子。快跟我进去暖和暖和。你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信不信老子来硬的？赵哥魁梧的身躯扑来，我吓得乱叫，后背紧抵阳台的墙，身子用足了劲儿往后躲，却没想到我重心不稳，竟然往外摔去。我在赵哥猥琐又惊愕的目光中倒摔出去。怀孕3个月的我，在除夕风雪交加的夜晚急速坠落。半空中，我看着别家欢喜的灯火，脑海涌现我跟宋宇的种种：恋爱、结婚、欠债。我恨宋宇，也恨恋爱脑的自己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我躺在又冷又湿的雪地里，浑身生疼。我感觉不到孩子的存在，我的生命也在快速流逝。宋宇终于回来，赵哥那几个人也赶下来。只听宋宇说：“赵哥，我老婆都这样了，你现在能放过我和我哥了吧？他难道不应该先帮我叫救护车、报警，把害死我的人抓了吗？他甚至没过来看我是不是还有救。兄弟，你是真有能耐，你老婆跟了你，算是倒8辈子霉。这笔账我给你抹去50万，他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赵哥害死我，却想用50万的债撇清关系，宋宇怎么可能答应？不，他还真的唯唯诺诺答应了。好，50万就50万。云云是不小心从上面摔下来的，跟赵哥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宋宇的声音越来越模糊，使我意识渐渐不清楚，最后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死透了。再睁开眼，我竟然穿上洁白的婚纱，害死我的宋宇就站在眼前。这是在做梦？做梦不做梦不重要。我快速扬起手赏他一巴掌。云云，你干什么？你干嘛打我？穿着新郎服的宋宇被我打得一个踉跄，瞪大眼睛看我，一脸懵逼。我看见他这张脸就恶心，又一巴掌扇他脸上，他脸立马肿了。林小云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有什么事回家再说，给我点面子。宋宇有点生气了，语气不善。他生气？他凭什么生气？这样的男人，我没一刀捅过去已经很仁慈。我又扬起手，他赶紧往后躲。这是我跟这个废物结婚的那个晚上，身边围了不少亲朋好友，他们目光讶异看着我。显然我刚才的举动与我平时的作风判若两人。眼前这一切太过真实，我好像重生了。我在那个寒冷的夜惨死后，竟然又活生生出现在这场婚礼上。惊讶归惊讶，我几步追去，又给宋宇一巴掌。这一巴掌他完全没注意到，我打得毫无保留。他痛叫一声，直接摔地上，摔了个狗吃屎，活该。林小云，这个婚你还想不想结？想结就给我老实点，不想结滚蛋。宋宇的脸被我打到出血，他疼得爬起，气势汹汹威胁我。我冷笑，好啊，这个婚我不结了，谁爱结谁结。我往外走，宋宇的那个赌鬼哥哥宋钱却是出现，嬉皮笑脸拦下我。弟妹，你说什么呢？大喜的日子，咱没必要为这点小事闹翻。宋宇，你过来，快给你媳妇道歉。他之所以拦下我，目的只有一个，为了让我跟宋宇结婚，好帮他还赌债。上辈子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我跟宋宇领完证，他第2天就拿来一张50万的欠条。我一言不发，看着他们表演。婚礼不是不可以，只要不跟宋宇领证，这笔债1分钱别想落到我头上。宋宇很听他哥宋钱的话，乖乖过来跟我低声下气道歉。我看也不看他，没诚意。我都要嫁给你了，你给我跪下磕3个头没什么问题吧？他的亲朋好友瞬间议论纷纷，有说我不讲礼数，没家教，
也有说，怪不得我那边的亲戚没来参加我的婚礼。我死过一次，都怎么可能在意他们的冷嘲热讽？至于我爸妈和亲戚不来我的婚礼，都怪我恋爱脑，为了和宋宇在一起，和爸妈断绝了关系。我真是够蠢的。贵不贵？不贵，我走了。我催促。宋宇一脸不可思议：云云，你怎么变了？你现在好陌生，你以前绝不会这么为难。他还没说完，宋乾就一巴掌扇他后脑勺：废什么话，快跪下去给弟妹磕头，别拖拖拉拉的。我的这位男朋友就是宋乾的狗，这只狗心不甘情不愿对着我跪下，他的好哥哥便按住他的脖子，让他给我重重磕了一下。咚的一声闷响，给我磕3个后，宋宇站起来，整个人晕乎乎的，额头青脸肿，要多丑有多丑。我也不搭理他，麻木地跟他走完婚礼流程，回到我用3年存款跟他买下的房子。他顶着那张丑陋的脸，眼神复杂看我：云云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不想跟我结婚了吗？你这样让我很心寒。我正在数今天收到的礼金，才8万，不过聊胜于无。礼金都是他亲戚给的，但我是新娘啊，8万礼金我理应拿1半，至于另一半是他亏欠我的。云云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你眼里只有这些钱。宋宇又生气了，我没什么情绪地提醒他：宋宇，我爸妈没问你要彩礼吧？这房子还是我出50万买的，你眼里没钱的话，至少把彩礼给我，也不多，我要20万。我伸手过去，他顿时蔫了，丑嘴扯出一个笑：老婆，我错了，你不要生气，你跟你爸妈断绝关系了，现在我们才是一家人，我一定全心全意对你好。一家人个屁，漂亮话谁不会说？宋宇，20万给不给吧？不给我们就分。我现在觉得钱比宋宇可爱多了，至少钱不会往死里坑我。宋宇瞪大眼睛看我，我冷哼一声，把行李箱拖出，开始收拾行李。云云，你让我想想，20万也不是小数。宋宇好声好气跟我说。我没理他，继续收拾，主要是那些贵重物品，一个都不要落下。虽然现在宋宇还没坑我，但迟早会坑。我这次不仅不让他坑，还要把我应得的要回来。我还要他和他那个赌鬼哥哥，还有害死我的赵哥，要他们3个下地狱。因为我要20万，宋宇跟他哥宋乾商量去了。我哥说可以给你20万，不过云云，这钱能不能存起来，当我们的共同资金？我们才刚结婚，什么地方都要钱。宋宇说不行，给我的就是给我的，你实在想用，就得经过我同意。宋宇，这个房子我可是拿了50万，现在问你要这么点钱都不愿意给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我阴阳怪气嘲讽他，他脸色很难看，沉默片刻，又打电话给他哥。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蠢呢？以前只觉得他跟他哥关系好，现在看来这何止是关系好，他恨不得给他哥当儿子。至于他哥宋乾，虽然爱赌，却是很心机，上一世他欠下的赌债可是都让我和宋宇还了，他甚至还有钱买特斯拉。20万我这就转给你。云云，我们明天就去领证好不好？宋宇同意给钱，不过要跟我领证。好家伙，上次结婚过10几天我们才领证，现在因为这20万，他要跟我提前领。一旦领证，他哥的赌债就要上门了。我皮笑肉不笑，好啊，明天领，不过我上午要上班，下午再去行不行？结果我收下那20万，却是没跟他领证。第2天下午，他打来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 C 市一家酒店喝下午茶。自从跟他结婚，我简直变成了牛马，只知道赚钱还债，
下午茶是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云云，你跑哪里了？不是说好领证的吗？我都在民政局等半天了。宋宇在那里狗叫，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。领证这么大的事，我想再考虑考虑。你也不想把我逼得太紧是不是？我脸不红心不跳，装可怜。我们都结婚了，你怕什么领证？你家户口本不是在你手里，领证就几分钟的事。云云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你现在过来还有机会，人家还没下班。宋宇道。宋宇，我现在好害怕呀，万一我嫁错人怎么办？宋宇，你真的会全心全意对我好？我听说有些傻叉男的，把老婆看成衣服，想换就换，想扔就扔，倒是很注重兄弟情，恨不得给兄弟掏心掏肺。宋宇，你不会就是这样的吧？我明知故问，之所以跟他浪费这么多口舌，只是因为我完全不会跟他领证，而不是对他还抱幻想。没想到我这些话踩到他狗尾巴。云云，你说什么呢？注重兄弟情怎么了？我爸妈死得早，我跟我哥相依为命，他照顾我那么多年，他就跟我爸妈差不多。意识到说多了，他又赶紧安慰我。云云，你放心，我绝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现在可是一家人，你就是我亲人，亲人怎么可能说换就换？我也会对你掏心掏肺的好。如果我跟你哥不会游泳，都掉进水里，你先救谁？我抛出这个经典问题，没什么目的，单纯觉得好玩。宋宇竟然在那边纠结起来，纠结一阵后还给出答案。先救我哥，他以前为了救我被狗咬过，腿脚不是很好，我先把他救上来，再跟你同生共死。我听完一脸黑人问号，这什么鬼？想跟我领证？我冷声问。对，云云，民政局现在还开门，你快过来。宋宇连忙道。我淡淡说，这周没心情，下周吧。结婚那天我理由都懒得找，让宋宇睡沙发，上一世被他坑那么惨，现在看见他就恶心，更别说跟他出现在同一张床上。现在好了，我直接住酒店，更不用面对他那丑陋嘴脸。这段时间我没跟爸妈联系，我很对不起他们。不过我想先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好，再去见他们。宋宇一直打电话问我在哪里，收了钱干嘛不跟他领证？是不是在逗他玩？我都跟你结婚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我们都认识3年了，难不成我还能骗你？我只是害怕领证，这么重要的事，我稍微想想还不行？宋宇，你不会对我这么点耐心都没有吧？我一边摸着家里那套房的房产证，一边不紧不慢跟他讲道理。那你到底在哪里？你该不会回老家了吧？你不是说再也不跟你爸妈来往？宋宇追问。好家伙，我是我爸妈的亲生女儿，我说再也不来往，就真不能来往了。你孤儿，你也想让我当孤儿？别扯我爸妈，我只是想一个人散散心。我说完，直接把电话挂断。不过几天，宋宇的电话又打来，他在那里气呼呼问：云云，房产证你拿走了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是不是想侵吞我财产？他终于发现了呀。我却很淡定，这套房我可是出了50万的，我拿房产证怎么就是侵吞你财产了？宋宇语气一下子软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我哥有点事要办，我需要用房产证抵押，你快把证拿过来，耽误我哥的事就不好了。我的房产证跟你哥有什么关系？我故意问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们都结婚了，我哥就是你哥，他有事要办，我们不应该帮忙吗？云云，你别闹，快把证拿回来，别耍小孩子脾气。宋宇跟我好声好气商量，想让我把房产证给你，也不是不可以，给我转50万，别说证，这套房都归你，到时候别说用证抵押，
你就是把房子送给你哥，我也不会说一句话，你看行不行？我狮子大开口，我以为宋宇会大骂我一顿，没想到他的脑回路跟我想的不一样。50万太多，30万行不行？还有房子给了他，我们就没房子了。云云，你还愿意跟我领证？他问。你都这样了，我还跟你领证？做什么春秋大梦？但是好听话，我还是说得出的。愿意呀，怎么不愿意？就算你身无分文，我也不会嫌弃你。谈了3年恋爱，我已经跟你割舍不开了，所以你要不要用50万把证换回去？我还是要50万。我这番话直接把宋雨干沉默了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选择贷款把这笔钱给我，50万，估计把网贷都借干净了。云云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凑够的钱，现在你可以把房产证给我了吧？我好赶紧把房子过户给我哥。宋雨声音都是颤抖的，看来他也感觉自己做了件大事。我这个时候真的很想给他鼓掌，为了他那赌鬼哥哥做到这一步，真是蠢到极致。我不着急给他挣，先把这笔钱转到我妈卡上。现在事情有变，不得不打扰他老人家了。果然，钱刚转过去，我妈的电话就打来。云云，你跟宋宇出什么事了？怎么给妈转这么多钱？对不起啊妈，之前是我太不听话，我现在后悔了。我不想跟宋宇在一起了，我很努力才没让眼泪流出来。怎么，宋宇那小子对你不好？老爸的声音传来，带着无尽关心。我鼻子发酸，我看透他为人了，他不值得托付。爸妈，你们等我先把这边的工作处理好，我就回去见你们。这笔钱你们收好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。我没跟爸妈多说，很快挂上电话。至于房产证，我叫了个跑腿，让跑腿给宋宇送过去，还给跑腿发了一个红包，让他不要透露我的地址信息。宋宇收到房产证，立即打电话给我：云云，你怎么不过来？怎么这么多天都见不到你人？你是不是不打算跟我过日子了？宋宇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当初跟爸妈断绝关系，就是为了跟你在一起啊！你就这么不信任我？我都把房产证给你了，还要我怎样？我不慌不忙反问。宋宇无话可说，最后只说一句：过户的时候你可要过来，我哥的事1秒不能耽误。我也不辩驳，点的大闸蟹到了，把这个废物男人抛在脑后，津津有味吃蟹。给他哥送钱过户房子那天，我早早便去了，要让他灭亡，先让他疯狂。我现在很好奇这对兄弟的下场会是怎样。我刚出现，宋宇就过来拉我的手，我后退2步，根本没让他碰。宋钱走过来，一脸愉悦。宋宇娶了弟妹，真是他的福气。以后他要是敢欺负你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我笑笑，不是来过户，赶紧的吧。只是没想到交税费的时候，两兄弟居然把算盘打在我身上。宋宇说：云云，前几天我不是转给你20万，还有结婚礼金都在你手里，你就把这8万多交了吧。宋钱也在那里避避。不好意思啊弟妹，我出门太着急，忘了带现金过来，这钱就麻烦你了，回头让宋宇还你。我坐在那里，捏了捏手里干瘪的 LV 包包，吸了吸鼻子，眼泪就出来了。哥，房子都给你了，就连这点税你都让我交，我也想交啊。可我刚刚把宋宇还我的钱存了定期，你也不想我刚存进去就取出来吧？我又看向宋宇，老公，你该不会8万块都拿不出来吧？你怎么那么穷？我刚刚网贷还我50万的宋宇瞪着眼，说不出一句完整话。宋钱咬了咬牙，打电话凑钱去了。宋钱一走，我立马装出一副肚子不舒服的样子。
云云你怎么了？宋宇见我表情不对，立即假模假样关心我。我回道：昨天去检查，医生说我怀孕了。怀个屁孕！上一世我是婚后过了3个月才怀孕，这一世从结婚那一天到现在，我都没让他碰到，怀孕根本就没可能。之所以撒谎，当然是为了报复这个废物。宋宇一下子精神起来，真的？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？云云你现在住哪里？哪里也不要去了，跟我回家。我冷声打断他。家？宋宇，我们还有家吗？你不是把家过户给你哥了？你接下来打算住哪里？宋宇一点也没被我打击到。我租了个一室一厅，1个月只要1000，那里住得很舒坦。云云，等下你就跟我回去吧，我好好照顾你和儿子。儿子，重男轻女的东西。我淡淡道，我怀孕了，不开心，想散几天心再回去。你不会连这个都要管吧？宋宇只好陪笑脸。你怎么开心怎么来，你现在也有钱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只是要注意身体。我的钱我当然随便花，不用你交。我毫不客气说。宋钱打完电话回来，直接把税费付了。不想也知道，他肯定问人借钱了。成功过户，我跟宋宇拼搏了3年才买到的房子落到宋钱手里，他脸上藏不住的喜悦。离别之时，他没忘记提醒我们2个赶紧领证。对呀，云云，你都怀孕了，我们赶紧把证领了吧。宋宇赶忙道：昨天我爸妈要户口本，我寄回去了。宋宇，不领证你就不认我这个老婆了是不是？我强忍着恶心问。认，不管你怎样我都认。宋宇立即表态。我回公司把工作辞了，我都要离开这座城市了，工作自然要辞掉。宋宇借网贷借了那么多，不过几天就扛不住。他电话打过来，云云，上次那50万我是借了网贷才凑出来的，明天就该还款了，至少要还2万，你先给我转2万。我不紧不慢回复，老公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网贷害人不知道吗？我都怀孕了你还去网贷，是不是想害死我们母子？房子不是刚过户给你哥100万的房子，现在让他送你2万应该不是问题吧？宋宇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才有气无力回答，我哥他刚买了一辆特斯拉，他手上1分钱都没有。那嫂子呢？是不是都是嫂子管的账？我问。宋钱有老婆，也有1个女儿，不过我也就在婚礼上看到过1次，此外从没出现过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宋宇没好气道，那不是我嫂子，那女人嫌贫爱富，跟我哥离婚了，佳佳也被他带走了。这位前嫂子干得漂亮啊，那种垃圾男人就应该远离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和你哥好好商量商量怎么办吧。我说完直接挂断电话，想从我这里拿钱门都没有。这一次因为我们把房子过户给了宋钱，他赌博欠债的事晚了一些才被宋宇知道，这次他欠的更多，直接就是200万。这么大的热闹我不可能不去看，带着我的LV包包直奔宋宇租的那套一室一厅。当然我还是留了心眼儿，带2个手机过去，备用的那个手机全程录音。可能我去的有点早，宋宇还没谅解他的宝贝哥哥。哥，你怎么能赌博呢？赌博就是个无底洞，200万这么多钱我上哪给你凑？我现在还欠几十万网贷呢，就算云云他卡里顶多也就70万，还有130万我们去哪里借？宋钱立即唉声叹气，我也没想到是这样。那天在麻将桌我本来赚了20万，我想再赚20万让你去还那些乱七八糟的贷款，谁知道运气突然就变差了，越打越输，越输我就越不甘心。等我反应过来，已经欠赵哥200万。宋宇，弟妹，
你们一定要帮我。赵哥那人要钱不要命，你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我死啊！”听着宋钱假模假样的哭诉，我的记忆又回到那个除夕夜，我残破不堪地躺在冰冷透骨的雪地里，静静流着热血。我跟肚子里3个月大的孩子绝望地迎来死亡。宋宇，当时你就是眼睁睁看着我死的，这一切都拜你们这对兄弟所赐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挤出2滴眼泪。对不起啊，哥，我前几天在网上碰到骗子，被诈骗了70万，现在身上只剩12.5块了，实在想要我转给你。什么？2个大男人被我的话吓得不轻，我心跳跳得快了一些，毕竟第一次撒这么大的谎。顿了顿，又说：“我也不想这样，我只是想多赚点钱，好帮宋宇还网贷。哥哥，你不是跟嫂子离婚了吗？我想跟宋宇凑点钱，帮你娶媳妇。谁知道那个让我投资的人是个大骗子。”投进去的钱1分都提不出来，报警没有？赶紧报警，把钱追回来，那可是70万。宋宇痛心疾首，我一脸无辜，报了。警察让我下回注意点，对方境外的，他们根本就管不着。交易记录给我看看。宋钱伸手要看手机，我拿出手机，又从 LV 包包里摸出张银行卡。当着他们的面登录啊，结果显示该卡异常，肯定异常了。我刚把卡注销，因为被骗钱，银行把我的卡冻结了。你怎么这么蠢？宋宇站起，扬手要给我一巴掌，我抓着包包也站起来，一副要还击的样子。宋宇，你敢打我一个试试？不就是被骗70万吗？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哥的事，200万。我们看看怎么能把这钱还上。宋钱本来对我很恼火，闻言脸色缓和下来。对，你们2个快坐下来，我们仔细想想这200万怎么解决，还有什么办法？我是1分钱都贷不出来了。宋宇哭丧着脸，哥，你不是还有辆特斯拉？不如把它卖了，你也去搞网贷，能贷一点是一点，先凑点钱还给人家。我真心实意建议，贷什么贷？我信用早花了，他们不会给我通过。倒是弟妹你，是不是能贷点钱给我？宋钱话音刚落，宋宇立即眼巴巴看着我，我垂下头，免得他们看到我快要控制不住的笑。前段时间因为投资那件事，我把工资辞了，而且我现在没钱，上个月的花呗都逾期了，所以我也贷不出来。宋宇听我这么说，他的怒气又上来了。不过宋钱伸手拦住他，转头看向我：“你爸妈呢？”听宋宇说，你爸妈1个月退休金都有1万，他们肯定有钱吧？我呼吸一滞，这个赌狗竟然把主意打到我爸妈身上了，真是个不得好死的东西。我跟他们断绝关系了，你们实在想要钱的话，我说着把 LV 包包腾空，郑重其事交给他们，就把我的 LV 卖了吧。你们可以去网上查，值6万呢。6万有什么用？宋宇说着就想把包扔了，宋钱慌忙拦住他：“6万也是钱，今天的事就这样，弟妹你先回去，我跟宋宇再想想办法。”这个地方我是1秒也不想多待，站起身就走。说起来好笑，刚过户给宋钱的那套房子，他们2个提都没提，他们是打定主意让我掏钱。第2天中午，宋宇气急败坏给我打电话：“林小云，你糊弄我们呢是不是？你那包根本就是假的，别说6万，就是60它都不值。”我故意做出一副很惊讶的样子：“怎么可能？我花7万才买到的呀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这是我同事卖给我的，他不可能骗我。你被骗了，云云，你怎么那么傻？怎么那么容易被骗？”宋宇痛心疾首，我继续演：“对不起，都怪我长这么大从没买过 LV 包包，
不然也不会这么容易上当受骗。我一席话把宋雨干沉默了，他那边好像跟人说了几句什么，又过来跟我说，今晚那个姓赵的债主来，你也过来一趟吧。对了，我们孩子怎么样了？他还健康吗？我怎么都没看到你肚子大的。我最近心情很不好，一直没好好吃饭，所以孩子有点营养不良。宋雨，你一定会当个好爸爸的，对吧？我问。当然，我一定会是个称职的爸爸，你今晚必须过来。宋雨说完就挂了电话。至于营养不良的孩子，他甚至都没关心一下。赵哥今晚终于要出现了，差不多该是大结局了吧。晚上8点，我赶到宋雨租的那套一室一厅，里面乌烟瘴气，除了宋钱，还有几个大汉，其中就有眼角有刀疤的那个男人。看到赵哥，我身体控制不住的发抖。当初就是这个人把我逼到阳台，害我从15楼失足摔了下去。弟妹来了，来，快坐下，我们就等你了。赵哥跟我打招呼，我坐下，警惕地看着这个房间每一个人，这里包括宋雨在内，没一个好东西，每一个都要提防。我已经问过了，这2个家伙1分钱都拿不出来，那200万只能靠弟妹还了。赵哥紧盯着我，语气凶巴巴的。可我还没跟宋雨领证，我都不是他合法老婆，他哥的债也得我还吗？我问。赵哥闻言脸色黑了几分，他看向宋钱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之前怎么跟我说的？宋钱狠狠瞪我一眼，好声好气跟赵哥说，赵哥，她确实是宋雨的老婆，她都怀上孩子了，那还能有假？又故作凶恶跟我说，弟妹你别乱说话，懂事点，好好解决问题。是啊，老婆，虽然没领证，我们都举办婚礼了，不是吗？你当时不是要跟我白头到老？宋雨走过来，虚情假意地说。我撇撇嘴，没再说话。赵哥见我这样，就当我默认是宋雨老婆了。他在那里作证，弟妹你现在给你爸妈打个电话，让他们转200万过来，今天的事就结了。又打我爸妈的主意，这帮人真恶心，我跟他们断绝关系了，他们1分钱没有。宋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实在不行，你把那150万拿出来吧，他是你亲哥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转身拉着宋雨的胳膊，情真意切地说。宋雨张了张嘴，还没说话，那边宋钱跳起来，什么150万？宋雨，你有钱故意不给我，你还是不是我弟了？宋雨正要辩解，我赶忙说，哥你想想，我都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那么容易被人骗70万？那肯定假的呀。是宋雨。宋雨说，你在外面赌博，赌博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所以他就让我撒谎说70万被骗走了。其实我把钱都转给他了，他撸网贷也撸了80万，这80万他不打算还了，这2个加起来可不就是150万吗？说着，我把手机拿出，上面是我的2条转账记录，一条50万，一条20万，收款人都是宋雨，转账记录当然是假的，是我把转给老妈的记录 PS 一下，看起来很真。你在胡说！宋雨才说几个字，宋钱便冲过来扇他的头，白夏，我以前对你那么好，你就这么骗我？150万你藏哪了？快给老子交出来！我赶忙站起，把宋雨往我这边拉。你打我老公干嘛？你个没心没肺的赌狗！我老公说了，150万全给我和肚子里的孩子用，1分钱不会给你。拉着拉着，我一个不小心把被搞得晕乎乎的宋雨推到赵哥那边。赵哥看着我们嚷嚷，早就有了火气，抓着宋雨的衣领，一把将他推倒，抬脚就往他身上踹。有钱故意不还是吧？150万藏哪了？
赵哥一边骂骂咧咧，一边往宋宇身上招呼，不过一会儿就给他好几脚。赵哥又挥挥手，让几个小弟搜家。宋钱见状，赶紧走过来劝宋宇：“我的好弟弟，有钱你就赶紧拿出来吧。赵哥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150万够我们支撑好一阵了。哥，我们不是还过户给你一套房子？那房子值200万呢，你怎么不想着把房子卖了还债？怎么不舍得卖房？”我又把火力往宋钱身上转移。什么？你还有套200万的房？赵哥跳起来，怒瞪宋钱。我继续火上浇油，还有辆特斯拉。不过我猜我哥肯定把车转到你名下了吧？你特么的还有特斯拉！赵哥更生气，这对好兄弟狠狠瞪我。不过他们很快便没机会理我了。赵哥招呼几个小弟往他们身上拳打脚踢，打，都给我打，打到他们把钱吐出来为止。200万本金，50万利息，一分都不能少。好家伙，刚才200万，现在都250了。几分钟前我就通过短信报警了，地址写得清清楚楚。我正惆怅眼前这帮人犯的事还不够严重，到时候肯定判不了什么刑。没想到宋宇给了我一个大惊喜，他抽了个时机，从几个小弟拳脚下跑出，跑进厨房。过一会儿，拎了一把菜刀出来：“你们都滚开，不许动我哥！”他先用菜刀逼退小弟，又杀向宋钱那边，想解救他的宝贝哥哥。赵哥冷冷看他一眼，转头吩咐小弟：“打，继续给我打！放心吧，他就是个怂蛋，不敢真下手。”赵哥的小弟们把宋钱揍得更凶了：“我让你们放开我哥，你们特么的聋了是不是？都给我滚！”宋宇竟然冲过去，拿着菜刀乱挥，他有些疯狂了，砍伤2个小弟。宋宇，你疯了！快放下菜刀！150万在哪？你快把钱拿出来！宋钱明明被打得灰头土脸，却在那里劝他：“你怎么不把车拿出来？过户给你的房子怎么不卖了还债？我为你欠了多少网贷？有你这样当哥的吗？”宋宇崩溃了，在那里大吼大叫，一边叫一边拿菜刀乱比划：“特么的，老子凭本事拿到的房子，干嘛拿去还债？你是我弟，你帮我还钱天经地义。你把刀放下，乖乖把钱拿出来，我还认你这个弟弟。”宋钱威逼我，躲在角落看戏，看得叹为观止。赵哥则冷冷道：“我不管你们谁，今天必须把250万拿出来。对了，还有小弟们的医药费，一分都不能少。你个傻叉，你看你把我的人伤成什么样了？我没钱，我1毛钱都没有，我房子都没了，我还欠网贷。那些催债的天天打我电话，打电话到公司，害得我工作都没了。这一切都是你这个当哥的害的，我跟你拼了！”宋宇大叫着，竟然砍向宋钱，他一刀一刀砍在他的亲哥哥身上。我甚至看到鲜血溅起。宋钱本就被人打得都爬不起来了，他现在更是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，场面越来越血腥。赵哥这些人在旁边都看呆了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正要开溜，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，还有个威严的声音：“警察，快开门！”听到这个声音，宋宇才清醒过来，他丢掉菜刀，目光呆滞看向我这边。赵哥则是面色惨白，显然很怕警察。宋宇把他亲哥宋钱砍死了，还砍伤2人，判了30年。至于那个叫赵哥的，在赌博过程中大肆诈骗、放高利贷、暴力催收、恶意伤人，甚至猥亵，他凭本事获刑40年。离开 C 市之前，我去监狱看望宋宇，他一看到我，情绪激动凑过来，不过很快被狱警按住。云云，我这辈子是没希望了，
我对不起你，你要好好把儿子生出来，教他做一个好人。他认真叮嘱。我平静看着他，淡淡回答：我刚把孩子留了，你个杀人犯，我干嘛给你生孩子？其实就没怀孕。这么说，只是单纯想气他。他瞪大眼睛看我，你说什么？你流产了？谁允许你流产的？那是我唯一的儿子，谁让你留的？你个贱人！宋宇简直要疯了，在那里又是骂又是质问，歇斯底里。你怎么不问我当时为什么说你还有150万？我打断他，为什么？他很疑惑。我笑了，凑过去不紧不慢回答，因为我想让你跟宋钱狗咬狗啊，我想看你们撕破脸是什么样子。结果呢，你们干得很漂亮，我真想给你们鼓掌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又没伤害你，你为什么？宋宇很不解。我收起笑容，又想起那个绝望的夜。宋宇，要不是你，我人生不会那么惨，我恨透你们了。说到这里，我懒得再说一个字，不管他在那里如何大叫，我都不理他。迫不及待走出监狱，我回到老家，跟爸妈团聚和解，在那里开始了新的人生。至于宋宇，不过几天他就在监狱受不了了，一头撞死在墙上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